于游戏。这是什么？作为高级研究人，我对未知生物的基因有着近乎偏执的探索欲。从形态看是传说中的人鱼，但银白色长发和资料记载大相径庭，是未分化的亚成熟体。银发人鱼，有趣。杀了我！还有意识？我以为你已经快死了。放开！你要把我带去哪里？是要卖掉我吗？还是……实验室无菌容器太小，不适合活体。先去我的宿舍吧。不知道在浴室里处理伤口会不会有感染的风险。这水很干净，没有熟悉的消毒水味道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想要什么？我不信无缘无故的善意。以前的实验员也是，先哄骗我，再把我绑上手术台。因为你是稀有的银发人鱼，我想要你当我的实验体。果然是这样。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就算死，我也要咬断你的喉咙。都是人类，都是这些可恶的人类！你这样会对自己造成2次伤害的，这会让你安静一点。求你，不要再折磨我了，我已经没有价值了。我只是为了获取实验数据，没有兴趣折磨实验体。你们这些人都一样。先帮你疗伤吧，我先处理你身体表面的损伤。至于你的眼睛，恐怕需要更专业的手术。不要手术！你们都是骗子，说是治疗，然后就把我绑起来切开。不要胡思乱想，你再等一下，治疗药剂马上调整好了。市面上的治疗药剂都是针对人类的，对你们这种特殊物生物需要特别调制。随便你，反正都无所谓了。这是我第1次给人鱼治疗，你忍着点儿。轻点儿。乱动会影响治疗效果。这种程度的疼痛，按照人类的疼痛等级来算，应该是在5到6级左右，常人确实很难忍受。为什么？你明明说要把我当实验体，为什么要治疗我？我的实验体身体应该是健康的。墨鱼能感觉到他的手指在自己的鳞片间移动，那种触感让他浑身不自在。很久没有人这样碰过他了，上一次被人触碰还是在实验台上。好了，再等一会儿，等药剂完全吸收，伤口就会开始愈合了。你之后打算怎么处置我？实验，等实验室的大型无菌容器建造好之后，我就将你安置过去。无菌容器，听起来比之前那个地方要好得多了。你想在我身上做什么实验？解剖吗？还是要研究人鱼的再生能力？告诉你，我的鱼尾已经被切过很多次了，再生能力已经衰退。你很讨厌实验，为什么？你在开玩笑吗？你问我为什么要讨厌被绑在手术台上，被活生生切开，把我的鳞片一片一片剥下来，把我的尾巴切成一块一块的，然后等我长好了再切一次，一次又一次。他不明白这个人类为什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，是在嘲笑他吗？还是在故意刺激他？又或者他真的不知道实验意味着什么？可是他明明说要把他当实验体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你问我为什么讨厌实验，那我问你，如果有人把你绑起来，不打麻药，活生生的一片一片切着你的腿，你会喜欢吗？我的实验仅限于例行检查和细胞 DNA 提取，疼痛等级大概在2级左右。如果你对疼痛敏感，我可以使用麻醉剂。你觉得我会信你吗？人类的承诺比泡泡还易碎，麻醉只是苦行前奏。不过，目前没有人鱼鳞片的研究资料，我无法估计你的鱼鳞什么时候能长好。1个月？你要花1个月来给我治疗？你的伤口愈合速度比我预估的快了12%。快一些又怎样？还不是一样要被你关起来做实验？你就不怕我吃了你？从生理指标来看，你现在的状态无法支撑捕食行为。你的胃部现在确实处于排空状态，长时间不进食会影响细胞分裂和伤口愈合。你想吃什么？我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？我想吃你，所以你要把自己喂给我吗？你之前经常注入镇定剂吗？都产生抗药性了，才半个小时就产生危险的想法。
关你什么事？你凭什么问我这些？为什么？安宁，林薇，安宁的竞争对手，这正在争夺明年的博士晋升评额。这么晚了，还要出去？出去采购？采购？我们亲爱的安宁研究员也会为柴米油盐酱醋茶这种小事烦恼？我还以为你的心里只有你值得实验数据和培养瓶呢。还是说你是要去给那只你捡回来的东西买晚餐？听说你把它带回宿舍了。倒是林博士，与其关心我的私事，不如多关注一下自己下周就要提交的基因序列优化报告。听说那个项目所里很重视。天赋高又怎么样？还不是只能活到30岁的短命鬼。这些应该够了，愿意喝吗？这是什么？人血。你刚才说的要喝。死了多久了？真难喝。从别的实验室调过来的，是几个月前储存的血袋。几个月，难怪味道这么差。你居然敢让我吃饱，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你杀不了我。你会后悔的。等我恢复了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孩童心理，我们都知道放狠话是没用的。这个是我按比例调的氯化钠溶液，较为接近海水的味道。人鱼喜欢喝清水还是海水？我已经海的没有闻到这种味道了。在实验室里，我只能喝到经过处理的蒸馏水，那种水干净的没有任何味道，喝下去只会让我更加想念大海。他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事情，他小时候的事情。那时候他还生活在深海里，每天都能感受到金色的拥抱。虽然被海面驱逐，但远远没有被人类抓捕后痛苦。你到底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？ DNA 提取根本不需要活体，你完全可以用我的尸体。还是说，你想要的东西只有活着的人鱼才能提供？算是。你刚刚进食了大量海鲜，胃部已经扩张，需要时间消化。我还有2个项目需要完成，你在里待着。5个小时之后，我会回来给你做激光微创手术，把你眼睛治好。治好眼睛，然后被你当作实验品？是的，这就是我捡你回来的用处。可我不想这么听话呢，怎么办？我不喜欢不配合的实验体，你最好乖一点。哎呀，我控制不住呢。我要去忙了，不要尝试逃跑，外面有门禁。不逃跑，等你回来将我解剖吗？门禁？那些实验室的门禁都关不住我，这个人类的家又能有多难？这里果然是某种实验室。门禁。人鱼对电流有着天生的敏感，这是他们在深海中感知猎物的本能。那里应该就是出口。真不听话。你这样只会让自己的伤口裂开，打乱我的实验进度。别碰我，我宁愿死在这里，也不要回去当你的实验品。你现在情绪很激动，需要我给你打镇定剂吗？哦，不要！我听话，别给我打镇定剂。激光微创手术用不了太高级的设备，我在宿舍就能做，全程大概10分钟。做完之后6个小时不能视光，不能用手触碰，听明白了吗？那之后呢？你还打算拿我做什么实验？我想我之前说过，只会例行检查和使用你的细胞 DNA， 疼痛程度大概能到2级的模样。你每次都这么说，可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？你的态度变化的好快，人鱼的态度都是这么喜怒无常的吗？那还不是因为你们人类，若不是你把我捡回来，我现在早就死了，说不定死了还比现在好过些。手术很快就好，你不要乱动。真的不会痛吗？眼睛上没有痛觉细胞，因此这个手术不会痛，你只需要盯住那个绿点就行了。
手术很顺利，已经完成了50%。你的眼睛结构和人类很相似，但也有一些独特的地方，这很有趣。现在处理你的另外一只眼睛。手术结束，接下来6个小时内不能接触光源，我给你戴上眼罩。真的结束了？就这样？6个小时内不能见光，也不能用手碰眼睛，你最好记住了。你要带我去哪里？去浴室，你身上有血和组织液，要清洗换药，不然影响伤口和鱼鳞再生。鳞片不会长回来的，被强行剥落的鳞片不会再生。哦，原来强行剥离的鳞片不会再生啊。你是最不配合的实验体，但基因特别，我能忍。特别？怎么个特别法？人鱼都是蓝发，你这银发我第一次见，是白化品种。就因为银发一漏就该死吗？我只在书里见过人鱼，你是首例。是吗？所以你们人类不肯放过我？基因差异促进化研究，保持伤口清净，6鱼愈合。说的好听，你就是为了研究。是，你是有用的实验体。等我没用了，你就扔了我。你有价值我就护着，研究完送你回大海。不信你，不需要假好心。你情绪不稳，必须休息。骗子，都是骗子。好好睡一觉吧。我的斑马鱼胚胎发育到哪儿了？这是那个该死的人类。醒了，看起来恢复的不错。接下来我帮你拆纱布。我的眼睛真的能看见了吗？还是看不见。还是看不见。你的手术失败了，看来你也不过如此。你的眼睛已经基本恢复了，不要试图欺骗我，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恢复了又怎样？你以为我会感激你？我不需要感激，我只要你配合研究。对了，你能将鱼尾变成人腿吗？凭什么告诉你？你想做什么？你倒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研究你，你是很有用的实验体。又是研究？那你想知道人鱼的眼泪能做什么吗？说。人鱼的眼泪可以凝固成珍珠哦。人鱼的眼泪化学成分和普通珍珠没有太大区别，但是形成的速度却快了很多。怎么，很感兴趣？想要更多吗？你们人类都是一样的，为了这些破珍珠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想让我哭吗？用针扎我的眼睛，还是用药物刺激我的泪腺？告诉你，我的泪腺早就被那些人弄坏了。你就算把我的眼睛再挖出来，也榨不出几滴。情绪波动太大会影响实验结果，你需要保持冷静。我为什么要冷静？你们这些人类只会伤害我。看来我还是高估了你的自控能力。你又是镇定剂，又是这样，和以前无数次一样。我就知道，都是一样的。他目前身体状况还不稳定，先抽取50cc 吧。50cc 足够进行基础的基因测序了。他的血液含高浓度铜离子，以血蓝蛋白供氧。脊椎物种本不可能存在，居然同时有蓝血与红血，血管结构也完全不合理，太神奇了。端类酶活性极高，自我修复远超人类。SRI 基因存在，但结构特殊，与人类同源性不到40%。人鱼的基因果然很特殊，若能破解，或许能推动联邦科技进步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放开我！你醒了，只是常规检查，不用这么激动。常规检查？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检查结束了，你饿了吗？放开我！我才不吃你给的任何东西。数据显示你饥饿值很高，还要食用血液吗？我不需要，你少假惺惺的。常规检查，以前那些实验员也这么说，然后就是切切割割。你到底拿走了什么？血液、细胞，最好祈祷我永远逃不出去，
否则我让你尝尝被切开的滋味。只抽了你50cc 血液，这是新鲜血液，2天前的，你再尝尝。好难闻，和以前不一样，你是不是骗我？这是其他哺乳动物的血，和人血相近，应该够用。味道真奇怪。人鱼果然还是偏爱人类血液，是吗？是啊，人类的血最好喝，尤其是活人的血。我恨他把我当实验品，恨他的冷漠，我想撕开他的喉咙。先进食，有助于你尾部佩兰恢复。可恶，身体居然这么诚实。你这次进食的姿态比上一次似乎更加优雅了，是什么原因？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？不清楚，请你配合我的实验。哼，要是我不配合，你又能拿我怎么样？你先进食，等你进食完成之后，我过来帮你涂药。他到底想什么？明明可以粗暴对待我，却给我智商喂食，还问奇怪的问题。他只是想利用我而已，我不能被迷惑。等我恢复了，一定让他好看。你的伤口还没有愈合，不要造成2次损伤。不用你管，我自己能处理。我恨这种被动的感觉，恨自己只能任由人类摆布。这种触感好恶心，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在皮肤下爬行。你现在是我的实验体，我需要确保你的身体状况良好。你就不怕我哪天突然发狂把你杀了？如果你有那个能力的话，在你发狂之前，我会先让你失去行动能力。你对人鱼这么感兴趣，就不想知道我们人鱼是如何繁殖的吗？这不在我的研究计划之内，不过可以加入。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。人鱼的繁殖可是很有趣的哦。靠近吧，你确定不想更近距离的观察？只要这个人类靠近，我就立刻刺入他的喉咙，杀了他，然后挖出他的眼珠，解开门禁离开这里。具体的方式不用卖关子。计划落空了，这个人类比他想象的要难对付，真无趣。你这个人类一点都不好玩。人鱼的繁殖方式和你们人类差不多，体内受精，卵生。和人类基本一致。还有什么其他不同寻常的地方吗？例如生育周期、每次产仔数量等。你当我是什么？供你研究的畜生吗？实验体不过是好听的说法罢了。你弄坏了原稿，我又要重新记录了。啊，对不起啊，研究员小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是故意的，但这并不影响我的研究。哎呀，研究员小姐生气的样子也不过如此嘛，真是让我失望呢。跟你生气是没必要的，对我的实验没有任何帮助。是吗？那研究员小姐不如猜猜看，我现在在想什么呢？你在想怎么杀了我？他竟然直接说出来了。这个人类真的很奇怪，贪婪的商人，冷酷的实验员，虚伪的买家，可他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，他只是把我当成一件物品，一个实验体而已。了解，真聪明呢。不过杀了研究员小姐什么的多无趣呀，我可舍不得伤害你。虚假的情绪对我的实验没有任何意义。你的伤口恢复的怎么样了？想知道啊？那你自己来看呀。不要乱动，会影响我的观察。他离我好近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。这样真的能看清楚吗？能，恢复的不错，已经开始结痂了，这里的溃烂面积也在缩小。只要再近一点，只要轻轻一划，就能杀了他。能感受到他平稳的脉搏，血液就在薄肥下流淌，带着淡淡的清冷气息。杀了他，现在就杀了他。可为什么下不去手？是时机不对，我身体没恢复，杀了他也逃不出去，要等更好的机会。可真的只是因为这个吗？看够了没有？你离我太近了。这块区域的新生组织生长得很好，再过1周应该就能完全愈合。你就不怕我现在划开你的喉咙吗？他到底是没发现，还是更不在意我刚才的举动？你不会？你怎么知道我不会？因为你太过弱小了，还没有恢复到足以逃离这里的程度。杀了我对你没有任何好。你以为你很聪明吗？你以为我不敢吗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弄伤我了，这会影响我接下来的计划和实验进程。这血腥味和之前的完全不同，新鲜温热，诱惑感太强了，我想要更多。如果你想要食用血液，我可以安排人调一批过来。不要！我不要其他人的，我就要你的。好香，你的血好香。
我的气液和其他人没区别，还未稳定，会影响你的身体。停下吧，否则我会采取行动。好像我只要你，看来只能这样了。影响实验进度。伤口简易消毒止血，5分钟后可完全痊愈。无菌鱼缸安装是项目关键，需匹配人鱼生理参烧，完成转移才能开展后续研究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的安宁研究员吗？这么晚了，不在宿舍照顾你的宠物，跑这儿来做什么？我的实验安排，不需要想向你汇报。大家共事这么多年，关心一下你和你那位特殊的实验体，这在所里可是头一遭。听说你为了他，连常规的安保协议都申请了特批，怎么？怕他跑了，还是怕他伤了你？林博士，如果你会去向所长申请调育感兴趣，现在请让开，我有实验设备需要安装。哦，安宁，你对这个实验体未免也太上心了，又是带回家养伤，又是亲自采购食物，这可不像你啊，我的竞争对手。林博士，我的实验体，我的研究方法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确保实验体处于最佳生理状态，以获取准确它的研究数据，仅此而已。倒是你3次淋败了，还导致增缺版的严重的排异反应，所以对那个项目你可要抓期望很高了，毕竟晋升名额只有1个。无趣。喂，安博士，我可提醒你，玩火容易自焚，你那个小人鱼看着可不像是个安分的主，别到时候实验没做成，反倒把自己搭进去了。我的实验体我会负责。林博士，你还是多操心你自己的制动性要求很高吧？哼，谁稀罕操心你？只要别拖研究所的后腿就行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是指什么？你的血液里到底有什么？你是不是下药了？药，并没有，至少不是你理解的那种精神控制药物。我的血液成分与普通人类相比，确实存在一些微小的差异。这些差异通常不会对其他生物产生显著影响，但对你司有些不同。我也不太清楚里面的原理，或许像大部分人类所说的，那是一种生理性的喜欢。生理性喜欢？荒谬！是生理性的喜欢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怎么可能喜欢你这个人类？我恨你，我恨所有人类！你们把我当成实验品，把我关起来，切割把我的眼睛挖出来，我怎么可能喜欢你？绝对不可能！你一定是在骗我！你们人类最擅长的就是欺骗。你的身体不要过于强烈，会造成伤口2次损伤。你别想转移话题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好哄？你以为随便说几句话就能把我打发掉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是那些愚蠢的人类，你别想骗我。告诉我，你的血到底有什么问题？否则，我就让你再流一些血。你为什么就不能配合我实验呢？配合你？那你能给我什么好处呢，研究员小姐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。我不能给你，你可以提别的要求。别的要求？我只想要你，其他的我都不感兴趣。这个要求我无法满足，你还是换一个吧。真无趣，你这个人类一点都不好玩。既然你这么想让我配合，那我要自由。等你的实验结束之后，放我回大海，不是那种被关在笼子里扔进海里的自由，是真正的自由。可以，等我的研究结束，我会放你离开。还有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上药吧，研究员小姐，我会配合你的实验的。有自我意识的实验体真麻烦，如果不是考虑人道主义，你的这一次自我伤害，导致鱼尾伤势完全恢复的时间又要延后几个小时。哦，耽误了研究员小姐的宝贵时间，那还真是抱歉了。为什么他每次都这么认真？那份认真会让他误会。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我是说，你不觉得这样很浪费时间吗？反正我只是一个实验体。恢复的不错，已经开始长出新的鳞片了。看来你之前其陈述错误，鱼尾在良好的养护下是可以重新生长出鱼鳞的。新的鳞片？怎么可能？那些鳞片永远都长不出来了才对。在那个地狱般的实验室里，怎么治都只会留疤，现在居然重新长了，怎么可能？看来你也不清楚，具体原因我会找到的。那边的无菌鱼缸还有7日就能投入使用，到时候我会将你转移到实验室。实验室？你不是只做例行检查和细胞提取吗？为什么要把我转移到实验室？你是不是骗我？你说的那些话是不是都是骗我的？情绪变动会影响伤口愈合，也会影响身体恢复。你现在状态不太稳定。骗子！我从未说谎。
实验室，他要把我送进实验室，我必须逃出去，不能被发现。7天后我绝不能回到实验室，必须快点离开这里，一刻都不能留。安宁的宿舍都住着中高级研究员，1梯1户，2层完全隔绝，这个时间绝不会有人撞见我。这个位置我早就记熟了。该死，白天明明是开着的。疼，好疼，但我一定要逃出去。自由，我终于要出去了，我成功了，我逃出来了。发现非法入侵者，编号未知，生命体征异常，执行拘捕程序。放开我！我不是非法入侵者。扫描完成，基因序列异常，是联邦数据库新增实验体，但所属人不明，执行标准收容程序。警告：目标情绪波动过大，生命体征稳定，启动镇定程序。逃走了吗？昨天的治疗白做了。又是这种地方，又是他。你来做什么？他怎么来了？他要带我去哪里？跟我回去。滚开！别碰我！安静，你的伤口需要重新处理。你骗我！你说过不会伤害我的。我确实没有伤害你，你是在逃跑途中被巡逻守卫捕获的。你身上新增的伤口都是逃跑过程中被划伤的。不逃跑，难不成乖乖待着被你研究？你逃不掉的。这片区域有40支巡逻小队，会扫描生物的认证信息。即使你成功逃出大楼，你都要是联邦军事管制区，你连500米都走不出去。我知道了，成年分化期就在这几个月，只要能熬到那时，只要让他放松警惕，我一定能逃走。我想我说过，你涂药的时候不需要掰开新生的鳞片。对不起，我知道研究员小姐是为了我好，我会小心的。实验室那里会不会有很多奇怪的东西啊？研究这的东西，你不会让我受伤的，对吗？除解剖这一个项目外，我负责的研究一般不会让实验体受到伤害。解剖？你要解剖我吗？我并没有把解剖你纳入研究进程。我目前能够解剖的只有小型哺乳动物，并没有学习过人鱼的构造。研究员小姐，会不要解剖我好不好？我什么都可以做。这个我可以答应你。谢谢研究员小姐。等着，我绝不会任人摆布，我会好好配合研究员小姐的。只要研究员小姐不伤害我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明天早上8点，我会带你去实验室。今晚好好休息。好的，研究员小姐，明天就要被送进实验室，我必须在那之前逃走，必须。偏偏在今晚，我竟然开始分化了，而安宁还在 B 区实验室。上次蛮力逃跑彻底失败，鱼尾在陆地根本跑不快，守卫无处不在，2两一组毫无死角。还好我找到了漏洞，守卫只有270度视线，绿化带隐藏，趁换岗快速通过就能躲过去。要是我有双腿，能像人类一样走路就好了，逃跑一定会更顺利。这是分化，没想到分化来得这么快，来的正是时候。这点痛不算什么，只要能长出双腿，我就能逃走。我有腿了，我没时间耽搁，趁安宁没回来，赶紧逃。比起被送去实验，这点痛根本不算什么。一定要成功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。我逃出来了，真的逃出来了。该死！别发现我，千万别发现我！目标丢失，目标丢失，扩大搜索范围。我甩掉他们了，我自由了，终于自由了。分化了吗？真是令人意外的进展，跑得还挺远。分化后遗症好疼，全身都像要散架了。这个世界我根本无处可去。是谁？是谁来了？我知道你在里面。是安宁，她怎么找到这里的？不要，我不要回去。找到你了。滚出去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这个怪物，疯子！我死也不会跟你回去。你受伤了，现在必须跟我回去治疗。放开我！
你这个疯子，我才不会任你摆布！配合我的实验对你来说没有任何身体上的坏处。这股味道好熟悉，我才不相信你！快反抗！可身体为什么想靠近他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又会变成这样？我的血液似乎对你产生了某种特殊的影响，似乎能诱导你进入易感期，这超越了生理性喜欢的定义，这很值得研究。物种不同，人鱼居然也有易感期，全新的研究课题。易感期？你这个变态，我一定会杀了你的！别过来！你在做什么？放开！放开我！我想喝他的血，好渴，我渴。回家给你喝水，你的血有毒，你给我下了毒。我恨他，可我根本抗拒不了他的血，我要疯了。我没有，现在可以回去了吗？随便你。安研究员，这么巧。赵建筑员。等等，安研究员，既然碰上了，不如交流一下。听说你最近在做一个很有趣的项目。让开。安研究员，何必如此拒人于千里？大家都是为了科学进步嘛。你手里这个样本似乎有些特别，我这边之前正好逃跑了一个实验体，不知道安研究员是否能让我们仔细瞧上一二。这个声音是噩梦，是他们。安宁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哎，你……赵哥，怎么办？如果真是那个实验体，胡思乱想什么？看那人鱼尾鳍的状态，必然不可能是那半死不活的实验体。研究员小姐，你认识他们？你是从3号研究院逃出来的。3号研究院，原来那里叫这个名字。我不认识他们，我不认识，我不是从那里逃出来的，我不是。他为什么会知道？他会把我送回去吗？送回那个地狱？研究员小姐，你不会把我送回去的，对吗？不会，你是我的实验体，不是他们的。他也把我当实验品，可为什么我心里有点奇怪的感觉？所以他们在你身上做了非人道的实验，你才会产生这么严重的 PTSD。说话。不只是我，还有狼人、蛇人和人类。你们人类好奇怪，对同类都能下这么狠的手。人类活体实验，高级研究员无权动用死刑犯。3号研究院的样本哪来的？哟，安宁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他伤了你？我就说这东西这不安全，你非要把它养在身边。现在好了吧？林薇，我的实验体，我的事，不劳你费心。费心？安宁，你可别自作多情了，我巴不得你自食恶果。到时候博士的位置就是我的。哼，是他的味道。研究员小姐，你的伤口还在流血，回去处理。你又闻到了。别这样，我控制不住。血的味道越来越浓，我快要疯了。研究员小姐，1个小时前才喝过血，我是根本不是渴，就是单纯想要。给我打镇定剂，快！不行，你现在身体太虚弱，且没有危险行为，不能注射镇定剂。还有2分钟就到家了，你再坚持2分钟。喉咙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翻涌，难受极了。电梯上升的每一秒都像1个世纪那么难熬。墨鱼，
你撑住。血腥味像丝线一样缠着我的理智，尖牙好痛，本能一直在喊，让我撕开他的皮肤，汲取那甘美的血液。不行，我不能这么做，我不想再失控了。你在咬自己。快点，求你，快点！凉水漫过身体，总算清醒了一点。有谁能够告诉我？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没有，我没有看你。恢复药剂里的修复蛋白，10分钟就能将伤口完全修复好。他包扎的动作好熟练利落，手指穿梭的样子有种奇异的美感。你的伤是我弄的？是的，我想说对不起吗？我不想说，不，我应该恨他的。他把我当成实验品，把我关在这里，不让我离开。可是为什么看着他受伤，我心里会涌起一丝奇怪的感觉？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下次要咬得更狠一点，小心点，实验员小姐，我可是深海中最凶残的猎食者，人类也在人鱼的食谱上。哦，你这次逃跑又让身体遭受了很多新的损伤。幸运的是，你当时是人形状态，鱼尾的伤口并没有2次损伤，预计恢复周期又要延长5天。哦，研究员小姐这么关心我的身体，是怕实验品坏掉了吗？还是说，研究员小姐舍不得我？人类自古有海妖迷惑人的传说，现在看来果然是对的。人鱼专注看人的时候，简直深情无比。他嗓音中的未知烟动可以诱导人类产生多巴胺，与大脑中的腹侧贝略区结合，干扰对象判断力。这个绩点要下。可恶！我最讨厌被人无视的感觉。研究员小姐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能不能看着我？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没什么，你继续忙你的吧。我只是想和你说说话。我不明白自己怎么了，明明应该恨他的，明明应该想要逃离的，可是为什么？你现在17岁11个月，还未成年，你的分化提前了，这极罕见。人鱼本该成年当日自然分化，可你能被强烈情绪或意愿强行触发分化。那又怎样？与你无关。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年龄？我自己都从不知道。你激素异常变动是分化提前的诱因，且分化极不稳定。鱼尾与双腿切换会耗空能量，损伤身体，后续会情绪失控，形态无法失控。反正我是实验品，坏了修就好。你不是物品，身体没法随便修补。他居然会这么说。我伤你，逃跑，你为什么不生气？不惩罚我，还要治我？你的行为在我预料中，惩罚无用，只会耽误实验。人类到底终究变只是实验品。这段时间好好休息，补充营养，才能度过分化期。你今天想吃什么？普通的海鱼就好。我想喝它的血，可我不想伤害它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分化期需补血液，这是血库3天内的新鲜存血，海鲜是刚买的。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，谢谢。等你能稳定幻化人腿，我们去一趟3号研究院。不，我不去，我死也那个地方，我不要再受折磨。我没有要把你送回去，只是去取证。他们的非法实验触犯联邦法，我需要你带路，会给你伪装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们违反法律，而且我对他们的实验数据很感兴趣。永远都只是实验品。我该恨他囚禁我，可我控制不住盯着他，这种感觉好危险。你今天很安静。没什么，只是在想事情。你又在看我。他的睫毛好长，我好想碰一碰。你这几天情绪低迷，心跳很快，体温也偏高。我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奇怪，心跳好你的快。牙齿似乎又变长了。是他的血好香，我控制不住了。松口。研究员小姐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刚才在做什么？你就不怕我一口咬下去吗？你又幻化出人腿了。那又怎样？你该关心自己能不能安稳走出这间浴室。你的气液很特别，让我忍不住想要靠近，再靠近。你的反应很奇怪，我为什么会不是这样，却忍不住想靠近，想占有这种感觉，让我不安。研究员小姐，再靠近一点，我就告诉你原因。对了，你衣服湿了，需要我帮你整理一下吗？30分钟后出发去3号研究院，我让助理帮你乔装打扮。到底在期待什么？真可悲。研究员小姐，我换好了。研究员小姐，若是我突然逃跑，你怎么办？你今天不会跑，也跑不掉。是吗？那我拭目以待。哎呀，安研究员，欢迎欢迎，久仰大名，今日得见，真是3生有幸啊。接下来我想单独参观，你就不必跟随介绍了。安宁研究员，这按照我们研究院的规定，外来人员参观研究院是需要有本院人员陪同的，这是为了安全和保密起见。张主任，我是联邦的特级人才，曾经过2项人类史上的基因生物难题，因此我可以在不违背法律道德的情况下指挥联邦机器人做事，包括你怨我吗？不，当然不，特级人才自然有特权。安研究员，您请便，我就不打扰了，有任何需要随时吩咐。走吧。这里平时是这个管道一直处于启动状态，没想到今天居然停了。退后。
走吧。他居然带着这种切割工具，还用得这么熟练。往哪边？他的呼吸好平稳，刚刚碰到的地方好烫。那边下面就是实验室。居然在秘密进行人类基因改造实验，这份实验数据我必须拿到手。我切开下方铁板，你能10秒内制服他，隔音好，不触发警报就不会被发现。是他，就是这个畜生，能交给我。好久不见，厉研究员，还记得我吗？你的血真让人恶心。研究员小姐，你害怕吗？你杀了他，我们很麻烦。知道实验体关押区在哪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实验体暴动死人，最合理，撇清你的嫌疑。这边。联邦警卫10分钟到，走。这是恶意举报，我们研究院所有实验都符合规范。是吗？安宁，好久不见，我一收到消息就赶过来了。违规实验在地下区域，我们暂时没找到入口。是赵文君瞒着我，我不知情。警卫，控制住他。无论你知情与否，跟我走一趟。这位我是他的助理，你倒是第一个破他的例。你没机会看。住手！耽误下去证据就没了，剩下的交给你，我们先走。好不容易见面，一起吃个饭，我有人鱼相关的机密资料，一起交流。不准靠近研究员小姐。研究员小姐，我们回家吧。明天上午我去警卫队找你。好，我等你。我们该走了。杀了他！研究员小姐是我一个人的。研究员小姐，那个人好凶啊，我好害怕。你的激素水平又变动了，刚才在想什么？他总是这样，轻而易举地看穿我所有伪装，用最冷静的语调破开我最深处的黑暗。我没有想什么。你的分化期还不稳定，情绪波动太大，对你的身体不好。我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会对一个人类产生这种奇怪的感觉？我应该感觉让我人类那样，可我只想待在他身边，只想看着他，只想拥有他。他对我好，只是因为我是有价值的实验体。等研究结束，他会毫不犹豫抛弃我。我必须提醒自己，可我做不到。下车。墨雨，你的体温正在升高，心跳每分钟140次。不想进屋前变回鱼尾，就解开安全带。研究员小姐，你明知道我为什么这样？我不知道，也没时间答哑题。新资料要研究，不配合我就抱你回去。为什么他总是这样，像机器人一样冷静的令人发指？动手，好啊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好控制？觉得给我食物治疗，我就会像宠物一样听话？我从未把你当成宠物。是吗？那我是什么？有趣的实验体？那你现在对我这个实验体有什么感觉？告诉我，研究员小姐，你在想什么？人鱼的分化期，情绪都这么喜怒无常吗？是啊，我们人鱼就是这么莫名其妙，分化期会暴躁、阴晴不定、不可理喻。离我远一点，不然我怕我会忍不住把你撕碎。希望分化结束，它能恢复正常。我说过让你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。研究员小姐，我好疼。哪里疼？不知道，全身都疼。这个味道让我安心，又让我疯狂。多深，你和我的心明明曾经是相爱。身体只是受到了轻微擦伤，初步判断你是由于情绪剧烈波动而产生的躯体化症状。有什么能让你心情愉悦的事情吗？有啊，当然有。研究员小姐，再靠近一些，我便告诉你。是什么？亲吻我一下，我就不疼了。他会躲开我吗？会排斥我吗？还是会敷衍的回应我？他竟然真的照做了，没有丝毫迟疑，如同对待实验观测对象一般。两者行为确实能够分泌大量的多巴胺，但我们的种族并不同，所以我并不清楚此行为是否有效。
你开心吗？开心？当然不。我现在开心了。看来这个方案是有效的。是啊，非常有效。既然有效，那是不是应该多来几次，保证实验数据的稳定性？研究员小姐，你觉得呢？只要是你给的，我都喜欢。你的身体已经没有躯体化的特征，接下来我需要给你处理鱼尾上的伤口，然后你需要进食。好吧，那就麻烦研究员小姐了。就算碰了，她也不会有任何反应。在她眼里，我只是个实验体，我的所有情绪都只是一堆数据。研究员小姐，你有没有喜欢过什么人？没有。那有没有讨厌过什么人？没有。那你对我是什么感觉？你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实验体。是吗？也好。你说的进食是指那些恶心的血，还是你？我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渴望它的一切。我已经给助理发了消息，再过15分钟，他就会带着血袋和新鲜的海鱼过来。研究员小姐，那些东西不好吃，营养均衡，符合你现阶段的身体需求。可是我不想吃。那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你，我想喝你的血，想吃你的肉，想把你整个吞下去。不管你选什么，都给我一个理由，让我更恨你，或是更爱这样，你就再也无法用那种眼神看我了，你就永远属于我了。不行，你接触到我的血之后会有特殊反应，我并不清楚那是什么。在此之前，你还是不接触为好。是吗？研究员小姐总是这么谨慎。可只是研究员小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毕竟我们人鱼最喜欢把心爱的东西一口一口吃进肚子里，这样就能永远在一起了。你对我产生了依恋情绪，为什么？依恋？他竟然用这个词定义我这份病态的占有欲。依恋？研究员小姐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我只是觉得你这个人类比我之前遇到的那些稍微有趣一点而已。毕竟对于我们人鱼来说，食物也是分等级的，有的吃起来索然无味，有的则能带来极致的享受。你恰好是后者。研究员小姐，你说这算是依恋吗？还是说这是我的生存本能？要我认为你现在情绪舒缓干预的吗？清醒，研究员小姐，我想要你永远陪着我。你这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，你需要冷静一下。研究员小姐生气了呢，这样就对了。研究员小姐，不要这么冷淡嘛。你现在的行为很不正常，我要对你的精神状态进行检查。研究员小姐，只要允许我留在你身边，我便乖乖配合，好吗？我无法应允你的请求，你先平复心绪，配合完成检测。那研究员小姐检查完之后，能不能陪我说说话呀？等检查结果出来再说。你的精神状态现在非常不稳定。没有哦，研究员小姐，我现在感觉非常好。你在撒谎。你先单独冷静一下，我去取东西。安研究员，您要的东西送来了。安研究员，还需要别的吗？没事，实验体有点躁动，正常现象。你先回去吧。小慈园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。进食。你这样是在浪费我的时间，干扰我的研究。我不管。研究员小姐，你的气息好特别，我好他身上压抑的侵略性正在一点点溢出，你再这样，我没法继续后续的事。我不想伤害研究员小姐，可是我真的好难受。你的气息又那么让我着迷，不像是缝合，是自身细胞新生重建。联邦只知道人鱼自愈强，不知道还能治愈他人，是口腔唾液吗？不，之前几次并没有愈合，可以用变量法实验。研究员小姐，你在做什么？给我治疗。血腥为疯狂引爆食欲，用的是有种从未有过的心态。研究员小姐，你是在用你自己做实验吗？治疗我？他根本不在乎我，不在乎他自己，在他眼里，一切都只是实验，包括我，包括他。你简直就是个疯子！他所有情绪都只是实验变量。研究员小姐，我好恨你，我真的好恨你！我该怎么办啊？分析实验体状态，判断静脉输血与抑制剂昏睡可行性。睡一会儿吧，
醒来就会好很多了。阿尔法波和西塔波的同步率正在提升，进入了深度睡眠模式。实验体暂时稳定，接下来需要对采集到的样本进行分析。常规唾液样本中仅含有基础的酶类与抗菌成分，与普通人类唾液并无本质差异。然而，那份混合唾液样本却展现出惊人的活性，其中不仅检测到高浓度的生长因子，更有一段此前从未记录过的基因序列被激活。在主观意愿驱动下，它的唾液细胞发生了类干细胞转化，分化出了酵皮生长因子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，太完美了。安宁，你说话不算数。你说睡醒之后会好一点，但我感觉一点都不好，一点都不。他去哪里了？是不是去见那个叫陆锦渊的男人了？爱到心破碎，也别去怪谁，只因为相遇太美。就算流干悲伤的比心成灰也无所谓。落魄点成夜，逃了。和你双飞，最怕你会一去不回。虽然你离开了规定区域，并且穿了我的衣服。我冷。室温26度，宿舍的温度调节系统并未出现故障。研究员小姐，你去找他了？这与你无关。现在脱掉我的衣服，回到你的房间里去。研究员小姐，你身上有别人的味道，我不喜欢。你的情绪又开始不稳定了。不，我现在好得很。研究员不是在意我的状态吗？我依你便是。我遵从了你的意愿。研究员，该回应我了。你想要什么样的回应？我也说不清。究竟是何为？今天回来的太晚了。引导实验体基因序列 X27完成潜在激活，先行安抚稳定其心理状态。资料交界出了些问题，所以耽误了。我以为你会乖乖待在浴室。我才不要待在那里，那里冷冰冰的，只有我一个人。这里有你的味道，我闻着才不会那么难受。你能变成人类多久？还有，可以离开水几个小时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离开研究员小姐就会浑身难受。回答我的问题。我好累啊，研究员小姐。我等了你一天，现在头好晕，腿也软，站不住了。我数到3，如果你再不回答，我就启动机器人把你送回浴室。1，我不知道能变多久，分化器不稳定，时长时短。不过只要研究员小姐在我身边，我就能一直维持人形。离开水的话，大概12个小时吧。超过时间皮肤会脱水，很难受。不过如果研究员小姐愿意多陪陪我，我应该能坚持更久。今晚你睡这里，不许过界。灯火阑珊，我的心借了你的光，是明是暗，笑自己情绪太泛滥，心智阴淡，自嘲成习惯，多敏感又难缠。他睡着了，完全把我当成空气。研究员小姐，你为什么不看看我？你明明就在身边，为什么我还是觉得好远？你就这么不在意我吗？连一个眼神都不肯给？转过来看看我。放开！不放！你太冷了，我陪着你。研究员小姐这么累，好好休息就好。今晚就让我守着你吧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让你看看我，只看我一个人。神经病！我们走过的路，都纷纷生活，写满了期待，也藏着泪光。答应他，这是我做过最愚蠢的决定。变成了远方，一生不过9万字，还留着他的触感，他的温度。生气了，研究员小姐，生气的样子也很可爱。原来让他失控是这种感觉，看他冷静的脸裂开，真有趣，真好。原来你不是没有情绪的啊，有情绪就有弱点，有弱点我就有机会。明天你会用什么眼神看我？厌恶、愤怒，还是把我当错误数据？晚安，我的研究员小姐，我们明天再继续吧。查看一下实验体状态，记录昨夜异常数据。机器人没反锁，没开隔音，不对劲。谁？研究员小姐，这些东西坏掉了。
他们启动的时候我在睡觉，然后好像短路，自己把自己拆了。该升级设备了，连地级都拦不住。你想要强行破门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想出去看看你。早上了你还没来，我以为你出事了。你昨晚打扰了我的睡眠，所以我才没有按时起床。对不起，研究员小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研究员小姐，不要生气，好不好？穿上衣，出来。研究员小姐，你在看什么？实验数据。是关于我的吗？嗯。研究员小姐，这些什么意思啊？给我讲讲好不好？你在有意识时，唾液会激活特定基因，拥有治愈能力，能快速修复伤口，甚至跨物种也有效。你以前发现自己唾液有治愈能力吗？没有啊，我以前连自己都治不好。营养充足后，体质飙升至地级人鱼成长解锁基因。联邦这么多人鱼，为何没人发现治愈力？只有银发变种特殊。我一直以为唾液只是用来标记领地和伴侣。别动。标记伴侣？你们人鱼是通过唾液标记伴侣的吗？我5岁就被赶出人鱼族了，但我喜欢研究员小姐身上有我的味道。通过气味宣示主权，类似犬科行为模式。研究员小姐，你能不能分一点注意力给我？我在跟你说话。你说完了吗？说完就去吃饭，吃完饭继续前天的实验。什么实验？关于你唾液治愈能力的实验，我要采集更多样本。研究员小姐好无情哦。研究员小姐早餐吃什么呢？营养液吧，最近新出了巧克力味的。那种东西，那不是人类维持基本生理的东西吗？研究员小姐只吃这个？偶尔，平时也会喝可乐。可乐我也想尝尝。工业合成品你可能难以消化，营养也不够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碳酸饮料，人类的一种饮品。他笑了，好像也没那么难喝。你要不要也尝尝？我不渴。味道怎么样，研究员小姐？味道怎么样，研究员小姐？不好喝，你埋没了可乐原本的味道。还有，我不喜欢别人擅自打扰我。是吗？可是我喜欢。你心跳加速，体温升高，是一梗期吗？或许你可以亲自验证一下。研究员小姐，你终于愿意碰我了，就算疼，我也很开心。准备一下，跟我去实验室。宿舍设备不足，需要做深层基因实验。一定要去实验室吗？在这里不行吗？不行，跟上。好吧，都听你的。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别怕，只是普通检测，不会伤害你。你会一直陪着我吗？我保证。能不能不用这张床？可以，只要你乖乖配合。你的唾液有愈合能力，需要实验记录，就先治疗这只小白鼠。我只对你感兴趣，这种东西太脏了。研究员小姐，你在做什么？现在治疗我，快点。已经愈合了，请松开。实验你的世界里就只剩下实验了吗？你冷静一点，请不要这样。你可以不在乎自己，可我会在乎，会痛，我的心很痛。我恨你，你根本没有心。别再执着实验了，看看我，只看看我就好。拉开实验体。我的时间已经很紧了，5个小时的睡眠应该能让你冷静下来。不止唾液吗？只要含活性细胞的都可以。查询对比人类是否拥有 X27 序列的基因。是所有哺乳动物都有 X27 序列基因链吗？只不过被锁住了，那要怎么开锁呢？我还需要更多次实验对比数据。
原来我昏睡的这几个小时，他一直都在这里，这样也挺好的。只要能看着他，待在他身边，哪怕只是实验体，好像也不难忍受。你醒了，比我预计的早了17分钟，身体有什么不适吗？研究员小姐，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？找到了。是吗？那真是恭喜你了。安宁，资料整理的怎么样了？你这次举报有功，联邦给你开了一个庆功晚宴，晚7点开始，要准时到哦。庆功晚宴，知道了。安宁，这次的晚宴很重要，关系到你职位晋升和后续的研究经费与实验室权限，记得穿正式一点，我派人去接你。你要去？我在问你话，你要去见那个男人，对不对？这与你无关。与我无关？研究员小姐，你是不是忘了你可答应过我，会一直在我身边？现在就要食言了吗？我答应你的是在实验期间，现在实验结束了。结束了？什么叫结束了？研究员小姐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要抛弃我了吗？我只是去参加一个晚宴，很快就回来。很快是多久？1个小时、2个小时、1整个晚上？会和跳舞吗？会和他喝酒吗？你会对他笑吗？最后警告一次，你再不放开我就启动最高级别的防御程序。你启动了？你把我关起来，你给我打镇定剂，你把我解剖了都行，只要你不去见他。只要你留下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我的血，我的身体，我的基因，只要你留下来，他们就全都是你的。我不用留下，那些也是我的。你终于来了，喝一杯吗？我只待半小时，权限交接后我就离开。这么不给面子？今天可是你晋升博士的日子，整个联邦的顶尖学者都在这儿，不趁机交些人脉。我的人脉在实验室，数据和成果才是唯一的通行证。陆警官，听说您最近在追查地下拍卖行的事情，怎么有空在这里浪费时间？功劳可是安宁亲我晋升为博士，你也是来恭贺安宁博士的吗？林研究员。安宁宁，还是被你抢先一步，你等着，下次生物奖的得主一定是我提前晋升不是好事吗？我现在提前晋升，今年的名额就没人跟你抢，你也可以在京晋升到博士。你少在你不走特殊通道晋升，我也可以侧翼在名额竞争上赢过你。你就是想用今年的本次任务在晚宴上失态，对不对？林薇情绪波动太大了，这会影响你的判断力。那个芯片的接口磨损严重，如果你再用力按下去，里面的图谱可能会永久损坏。那可是你花了3年时间才完成的研究，不是吗？你怎么知道那是3年的研究成果？你3年的基因研究，激活序列少了关键催化剂，核心逻辑我早看过。你少在这装作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，我才不需要你的指点，我的研究我自己会搞定。安宁，你这张嘴啊，还是这么不留情面。宴会中了星辰花。星辰花？你是说那种只在极寒地带开放的稀有种？好像有一个研究员研究出了耐热的星辰花，在那边展示。其实也就是生存条件从零下低温转变成0上几度的样子，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星辰花花粉极少人会特异性过敏，寻常接触只会轻微不适，但今夜饮酒过后，酒精彻底加重了过敏反应。理智濒临亡解。安宁，别碰我！你脸色发烫，状态很差，是不是不舒服？我没事。安宁。终于结束了。系统启动，检测到驾驶员生命体征异常，心率过速，体温升高，是否呼叫紧急医疗援助？闭嘴！执行程序出发。他去见那个男人了，他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好累啊，消失就好了，消失心就不会痛了。是研究员小姐回来了吗？研究员小姐，研究员小姐，你怎么？还好，没有扎歪。药物起效需要时间。研究员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好热。你好烫，怎么会这么烫？我去找医生来看你。研究员小姐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他从未感受过这般异样的心绪，他明白此刻的靠近并不合适，可心里却不由自主的贪恋。研究员小姐，你日后会后悔的。安静。究竟想要做什么？我们这般相遇，
算在一起了吗？不然呢？那我们今后算是彼此相伴的人了吗？我的伴侣，我爱你，我真的好爱你。爱？那是什么？研究员小姐，你醒了。早上好，我的伴侣。研究员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不高兴吗？是不是我昨晚太凶了？我保证下次会听话的，所以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我没有生气，只是在想昨天晚上的事，心机已经非常开放了，并不忌讳两者关系。更何况我把实验放在第一位，为了研究甚至可以割伤自己，怎么可能会在意那件事？只是觉得昨晚事发太突然，还没拿到博士权限就提前离席，联邦会不会取消我的职位？你腹肌上的是什么？纹身？你有喜欢的人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真爱利印，是人鱼将身心都交付给唯一的伴侣时才会出现的证明。等你以后遇到了你爱的人，你也会有的。真爱利印，唯一的伴侣。研究员小姐，这不是纹身，这是我们相爱的证明。奇怪，昨晚还没有这个，是过敏反应诱发的皮肤色素沉积，还是某种新的基因表达？研究员小姐，你看看你的，你在做什么？刻印。研究员小姐，你也应该有的。我们是彼此相伴的人，你也会有真爱刻印的。我没有。你这个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不可能，怎么会没有？怎么会没有？为什么你身上没有？母亲说，双方真心相待，灵印就会同时出现。他没有，是不是意味着我身上为什么要有？你骗我！你一定是在骗我！你的猎印呢？他一定在的，只是我没看到，对不对？你冷静一点。静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我们是彼此相伴的人，我真心待你，真爱似盖印是相互的。如果你在意我，你身上也该有。可是你没有，你根本就不在意我，对不对？我可以用药剂帮你压制，你需要吗？既然不在意我，为什么还要靠近我？为什么要给我希望？你在发泄什么？因为我没有像你期望的那样对你产生同样的情感。闭嘴！你什么都不懂。你的情绪现在很不稳定，已经干扰到我的实验。实验？在你眼里就只有实验吗？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实验体？我才不是什么实验体！停止你的行为！研究员小姐怎么还这么冷静？凭什么？你凭什么这么冷静？我讨厌你！我讨厌你！失控了。可恨昨晚为了注射舒缓液剂，关掉了博冷的纳米防护装置，不然不会毫无反抗之力。研究员小姐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在意我？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好？你说话呀！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哪怕一瞬间对我动过心？没有。没有！既然没有，那你就陪着我好了。他不明白，不过是大脑激素分泌产生的情绪，为什么会让实验体变得如此疯狂，如此痛苦？研究员小姐，研究员小姐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别，求你了，你别这样，只要你醒过来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，我再也不逼你了，你别不要我。去拿补血药剂。是哪个？是哪个？蓝色的那个。怕被厌弃，怕被丢弃，甘愿接受一切惩罚。对不起，研究员小姐，我只是太害怕了，害怕你不在意我，害怕你会离开我。闭嘴！我们现在需要冷静，不要再有下次了。不见故人就是真，生生世世爱恨。你的情绪为什么会失控？对不起，我看到你那么冷静，还把我当成实验体，我不想失去你。研究员小姐，我真的很爱你。在意与偏爱，这种由情感本能催生的情绪变动，竟能让极具危险性的人鱼捕食者沦为这般脆弱无助的模样。
舒缓情感波动的调理制剂，不会对生命体造成任何损伤。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为你调配使用。不，我不要。研究员小姐，求你了，别这么对我。我承认我错了，我不该让你不安，不该对你闹脾气。你责备我也好，惩罚我也好，将我限制安置起来，怎么样都可以。只要别拿走这份心意，这是我真心喜欢你的唯一证明。哪怕这份心意让我煎熬，让我敏感，让我变得格外卑微，我也绝对不愿意失去。如果连这份心意都被抚平抹去，那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从客观角度分析，压制多余情绪对我们双方都是最优选择。好处，在你眼里，是不是只有实验数据理性分析才是唯一有意义的东西？我的心意，我的痛苦，我的挣扎，在你眼中，是不是都只是需要被修正、被抹去的错误数据？研究员小姐，你也喜欢我好不好？像我这般满心满眼都是你。人鱼族群自古流传特殊羁绊传说，雄性人鱼一生只会绑定唯一伴侣，情感执念极强。野生成年人鱼战力强悍，极少被捕获。市面饲养人鱼多为人造肥育品种，现象十分特殊。我们立刻前往扫描室做详细检测。你先松开，起来。不要，研究员小姐，先答应我好不好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多余的情感没有存在必要，我不会产生同类情绪。为什么你不肯接受我？难道我还不够好吗？难道研究员小姐在意那个男人？你目前情绪已经严重失控。我没有。研究小姐，我好饿。如果不是因为你失控，也不会导致你进食时间延误。先进食，进食完成之后，我们去拍个 CT。好。研究员小姐，你为我……这家伙是在装可怜吗？还想喝？研究员小姐，我们现在就去做影像检查吗？你现在可以完全化为人形吗？不行，研究员小姐。哦，你这是在给我增加工作量。我只是想和研究员小姐再靠近一点点嘛。你把我的衣服溅湿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们现在就去做检查吧，研究员小姐。研究员小姐，我给你唱首歌好不好呀？唱歌？你的歌声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我的歌声很好听的，研究员小姐一定会喜欢。歌声很悦耳。原来研究员小姐喜欢听呀。歌声很好听。是吗？那研究员小姐会一直陪着我吗？先做完检查。我只是想好好陪着你。研究员小姐，你不要讨厌我，我只是太喜欢你了，喜欢到快要藏不住了。躺好。我说的躺好是指平躺在检测台上，双手交叠放在腹部，不是让你摆姿势刻意表现。可是这个姿势一点都不舒服，而且研究员小姐刚刚那么凶的把我放在地上，我的尾巴现在还很痛呢。不过研究员小姐对我温柔一点，我就乖乖躺好，好不好？你要做什么？不要讨价还价，现在开始检查。每个人心底都藏
研究员喜小姐，你在看什么？看你的身体数据。那我的身体数据怎么样？你的基因序列很特殊，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。那我对研究员小姐是不是很重要？很重要。这个利印的能量波动很奇特，和我之前研究过的所有能量体都不同。我会对它进行持续的观察和研究。很重要。他说我重要。研究员小姐，你再说一遍嘛。我说，这个刻印的能量波动很奇特。不是这句，是前面那句。你说你很重要。毕竟银发人鱼我只见过一只，是十分稀少的品种，它的基因序列自然很重要，更别提它还产生了刻印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研究员小姐是在意我的。松开，不松开。研究员小姐说我重要，就是在意我。你在意我，就该陪着我。研究员小姐，既然我这么重要，那你以后就多关注我，研究我好不好？我会很乖，很配合的，只要你多把目光放在我身上。